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要钩的是这款百搭的有一点日系感觉的镂空上衣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我用的这个是棉的毛线，大概16股8股的样子。你可以用别的毛线，但是不要含羊毛就可以，不然会很热。这支钩针我用的是5毫米的钩针，然后是缝毛线的针。另外新手的话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那我先说一下这件衣服的结构，它非常简单，就是2个这样子的梯形。我们之后把肩膀、袖口下缘还有侧面缝在一起。那我们钩的时候呢，是要从下摆往上钩。首先我们来起头，起头的方法呢跟平常一样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截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把穿回来这部分抽出来。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钩辫子针，辫子针呢要钩满足的针数是4的倍数加2。辫子针的钩法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这辫子针是我们衣服下摆的宽度，然后要满足4的倍数加2。我打算钩70个辫子针，你不需要跟我一样，反正只要满足你的长度，并且是4的倍数加2就可以。那等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这行辫子针钩完，这个辫子针呢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我们现在要开始钩第一行。首先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在第2针上钩一个短针。短针钩法是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2个环。然后我们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我们建议拿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以免回来你找不到它在哪儿。那我就拿别针把这个刚钩出来的这个 V 字2条线给它标记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钩3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跟之前一样，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1、2、3，3个辫子针。然后我们要跳过接下来的3个辫子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个辫子针上再钩短针。短针还是钩针从我们这辫子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然后我们要重复的就是这部分，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下面的3针，跳过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短针。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。又是重复3个辫子针，1、2、3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短针。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2个环。我们就这样3个辫子针，跳过3针，然后1个短针，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只要我们开头针数没有数错，那最后一针应该正好是一个短针。现在我们来钩第2行，第2行开头我们要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长针。如果新手要标记第一针的话呢，我们就标记一下最后这个辫子针。这个我们看成我们第2行的第一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3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洞里头，给它钩3个长针。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钩针到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这是一个长针。然后同样的地方再钩2个长针，那我还是钩针绕线，再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然后在这个洞里头再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去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这个洞里钩了3个长针，接下来我们钩1个辫子针，跳过这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这个洞里再钩3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到接下来这3个辫针的洞里，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
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再勾第2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同样地方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再绕一次线，然后同样的地方我们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前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又是3个长针。那这一行我们要重复的就是这个，一个辫子针跳过短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这3个环里头勾3个长针。那我现在勾一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这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这个环里头勾3个长针，钩针绕线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这是第1个长针，然后绕线，同样地方勾第2个长针，绕线，同样地方勾第3个长针。那我们就又重复了，又是一个辫子针跳过接下来的短针，然后再接下来勾3个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把第2行勾完。第2行的最后3个长针勾完，那我们不要勾辫子针，直接在最后一针，就是标记过这一针上，把标记取掉，在这一针的位置勾一个长针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最后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第2行就勾完了，接下来勾第3行。第3行开头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算一针，我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1针。我们在第1针的位置上给它勾一个短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新手还是建议把我们每行的第1针标记一下，我就不再标记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前一行的3个长针，在前一行辫子针的这个洞里头给它勾一个短针。那钩针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上有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，然后我们再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接下来这个辫子针的洞里头再给它勾一个短针。那我们这行就是重复这个花样，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3个长针，在在辫子针形成这个洞里勾一个短针。那就这样重复，一直到这行的最后一针。这一行最后的3个辫子针勾完，那我们跳过最后的3个长针，然后在最后一针，就还是我们标记过这一针的位置，我们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在这一针给它勾一个短针。那钩针还是这样子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那第3行就勾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2行和第3行，就是下一行呢，就是重复我们第2行开头3个辫子针转过去，然后在这3个辫子针的空里头给它勾3个长针，然后再到下一行呢，就是重复我们刚才勾过的这个第3行。那我就不再往下讲了。如果你不记得勾法呢，你可以把视频倒回去，到我们第2行开始看一下，你重复看第2行和第3行怎么勾。那我们现在要勾的这部分呢，就是从我们的下摆到我们腋下的这一个部分，你可以决定根据你希望它多长来勾多少行，你可以一直勾非常长的，一直到脚踝的长裙，也可以勾得很短，像露脐装什么的都可以。那我们要停在双数行，就是都是3个长针的这一行。那之后我再来讲袖子的部分怎么勾。我们先继续勾这部分，等到袖子的部分我再回来。我现在从下摆到腋下的这一部分勾完了，我勾了24行。那你不需要跟我一样，这只是给你一个尺寸的参考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勾2边的袖子了。那这个袖子呢，就是要先从2边给它加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，要决定袖子的长度。这个辫子针需要满足的针数呢是4的倍数。我计划勾24个辫子针，你可以勾任意的针数，只要是4的倍数就可以。那辫子针还记得吧？我们勾了无数次了。那这边24个辫子针勾完，或者你想要的任意针数辫子针勾完，我们要先把
钩针拿开一下，所以我把这儿弄长一点。如果你不放心呢，你也可以拿别针把这个地方别一下，防止它脱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另外拿一卷线，或者我就拿这样子很长的一根线，反正只要够勾24个辫子针就可以。那我还是先用它起个头，起头方法还是一样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部分拉过来，拉过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把穿回来的部分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我们找到这边的第一针。这边第一针就是我们3个辫子针中的第3个辫子针，钩针从这边的第一针穿过去，我们要钩一个引拔针。钩针从这边的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我们钩一个引拔针。那引拔针的钩法呢是钩针勾住线，回来的同时，这辫子针勾得有点紧了，这有点费劲儿。终于过来了。过来的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，那这就是一个引拔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从这边同样也是钩24个辫子针，或者就是任意的针数跟另外一边对称就好。那这边我24个辫子针钩完了，最后呢，我勾住线头，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。如果你这是整团毛线，你要把这个线剪断，这样子穿过去，这一边就钩好了。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留着的这一边来，把钩针穿回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跟我们之前一样了，就是重复我们的2、3行，只不过这次呢，之前我们只是中间这么一部分，这次呢，我们要从这个辫子针的头上一直重复到另外一头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重复的就是我们的单数行。那单数行还记得吧？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转过来之后，我们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到前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新手还是我们可以把第一针标记出来，接下来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个辫子针上我们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又是3个辫子针。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在第4针上钩一个短针，那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回钩。那我们只要针数没有错的话，我们最后跳过这3个辫子针之后，那第4个辫子针应该是在我们之前钩的这部分的第一针上，那我们直接在第一针上 V 字2条线上给它钩一个短针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继续我们重复了3个辫子针，这就跟我们之前的部分一样，跳过接下来3个长针，在这个短针的位置，在这个辫子针的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又是3个辫子针，跳过3个长针，在接下来这个辫子针的位置给它钩一个短针，那就这样往下钩。我们这边就是中间的部分都钩完。钩到这边的辫子上的时候呢，辫子针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正常的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这个辫子针上的3针，这是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短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在第4针上钩短针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一直给它钩到头。我们这面钩完，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之前做的一样了，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2行和第3行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3个辫针我们看成第一个长针，在接下来我们这3个辫子针组成的空里头，给它再钩3个长针。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短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辫子针组成的空里头再钩3个长针。那这部分就跟我们之前一直重复的部分一样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往下钩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第2行和第3行。
那这部分要勾的呢，就是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肩膀的宽度，这个是取决于你希望你的袖子多宽松来决定的。那等的这部分勾完，我再回来。袖子的部分勾完，那现在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断了，剪头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把肩膀的部分缝在一起。然后勾住线头，穿过我们钩针上这个环儿。那我们这样的一片就勾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模一样的再勾这样一片，等的另一片勾完，我再回来讲怎么把它们缝在一起。这样2片一模一样的勾完，那现在呢，我把它们2个对齐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标记一下我希望的这个领口的宽度。这个宽度呢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我这样拿毛线给它们系在一起，然后套头上身试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宽度我很喜欢，那我就决定这2个地方当我的领口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把领口之外的部分先给它们缝在一起。缝呢，我就用这个缝毛线的针，然后呢，在头上把2边对齐，然后针从这边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也从对边第一针穿过去。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方法，就是你就像缝衣服一样，只要来回能给它们缝在一起就好了。然后这面第2针，对面第2针，只要对齐，这样来回穿就可以。这边第3针，对面也是第3针。那就这样，我们一直缝到我们标记的那一针。到标记的地方呢，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标记的这针，那这一针呢，我要来回这样子多穿几遍，防止它从这个地方脱开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线头藏到之前勾过的这些地方。多余的线头就可以给它剪断了。那这边就缝好了。同样的方法，把另外一边也缝起来，然后把袖口下缘还有侧面都给它们缝起来。那只要把这些地方都缝起来，我们今天这件小上衣就完成了。